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已有8个月之久。今天火力军梳理一份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时间轴，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战场划分，俄罗斯军队主要从4个方向入侵乌克兰，分别是从白俄罗斯出发朝基辅方向进攻的乌克兰北线战场，从俄罗斯出发朝哈尔科夫方向进攻的乌克兰东北战场，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向西进攻的乌克兰东线战场，以及从克里米亚半岛向北进攻的乌克兰南线战场。时间轴第一阶段入侵乌克兰，2月24日到4月7日。2022年2月21日，普京承认乌东两地独立。2月24日，乌克兰全境进入战时状态，泽连斯基宣布与俄罗斯断交。2月26日，瓦西里基夫战役爆发。2月27日，库皮扬斯克沦陷，俄军向北推进至扎波罗热。2月27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展开首次谈判，艾涅尔戈达尔围城战。3月1日，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加入俄方入侵行动，俄军占领梅利托波尔。3月2日，霍尔利夫卡攻势，联大特别会议曾首次针对俄乌战争通过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针对乌克兰使用武力。3月3日，马里乌波尔围城战。3月7日，俄开放所谓的人道主义通道，俄罗斯与乌克兰进行第3轮会谈。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展开反攻，并重新夺回了东北部的丘古耶夫镇和尼古拉耶夫机场。3月10日，俄乌外长会谈停火协议未达成一致，会谈期间俄军仍持续军事活动。3月14日，乌克兰和俄罗斯举行第4轮会谈。3月16日，乌克兰双线发起反攻，一边是向接近基辅的俄军部队，一边是向俄尔松发起反攻。3月17日，卢比日内和伊久姆被俄军占领。3月18日，历史上高超音速导弹的首次实战，俄空天军使用匕首导弹打击乌克兰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的一处大型地下弹药库。3月19日，俄罗斯军队完全控制亚速海海岸。3月24日，北约峰会联合声明增加对乌克兰军事援助。3月26日，乌军夺回了特罗斯加涅茨，且继续在哈尔科夫以东发动反击。3月28日，乌军收复了伊尔平。3月29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伊斯坦布尔进行第5轮会谈。尽管双方进行了谈判，但是空袭和地面战斗有增无减。4月2日，俄军溃逃至切尔诺贝利，乌克兰军队重新控制了整个基辅州和安东诺夫机场。4月3日，布恰惨案，超过400名乌克兰平民死于这场屠杀。4月4日，乌军重新夺回切尔诺贝利核电厂。4月7日，溃逃的俄军重新集结兵力攻占乌克兰东部地区。第2阶段东南战线，4月8日到9月5日。4月8日，克拉马托尔斯克火车站空袭。4月13日，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沉没。4月15日，乌克兰军队重新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罗甘。4月16日，莫斯科正式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国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会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果。4月17日，亚速旅士兵坚守亚速钢铁厂。4月18日，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发动新一轮攻势。俄罗斯军队在顿巴斯地区东部480公里的前线全方位攻击乌克兰阵地。4月19日，克列缅纳亚沦陷。4月23日，敖德萨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4月24日，俄军对被围困的亚速钢铁厂发动空袭。5月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基辅。5月8日，乌军从波帕斯纳撤出。5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与乌克兰版的租借法案。5月12日，俄罗斯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直属特战部队卡里莫夫中校被乌军击杀。5月14日，俄军从哈尔科夫撤逃。5月14日，乌军在伊久姆附近发起反击。北约承诺对乌克兰提供无限制的军事支持。5月20日，亚速钢铁厂被攻破，俄军几乎完全控制了卢甘斯克州。5月24日，乌南赫尔松被控制，乌东斯维特洛达尔西克沦陷，俄军发动全面进攻，乌军被包围在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这2个城市。5月26日，勒芒沦陷。5月30日，俄军攻入北顿涅茨克郊区。6月1日，俄军开始炸毁赫尔松附近的桥梁。6月6日，俄海军丧失对黑海西北部的控制权，黑海舰队被驱赶至距黑海海岸100公里处。
6月7日，俄军从梅利托波尔检查站全部撤逃。6月9日，泽连斯基签署制裁普京的总统令。6月18日，泽连斯基视察尼古拉耶夫以及敖德萨地区，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首度视察南部战线。6月23日，欧盟批准乌克兰为欧盟候选国。6月24日，乌克兰军队从北顿涅茨克撤出。6月25日，俄称已完全控制北顿涅茨克。乌克兰北部边境地区切尔尼戈夫遭到俄罗斯盟邦白俄罗斯境内发射的飞弹大规模轰炸。6月28日，乌军开始从利西昌斯克撤出。乌克兰夺回赫尔松州的泽列尼盖以及巴尔维诺克。6月30日，乌克兰与叙利亚断交，叙利亚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2个亲俄共和国独立。俄罗斯从蛇岛撤逃。7月3日，俄军已经完全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州。西维尔斯克战役7月3日到9月9日。7月13日，乌克兰政府宣布与朝鲜断交，朝鲜宣布承认2个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地区。俄军攻入西维尔斯克。7月19日，安东诺夫斯基大桥被炸。7月22日，俄军士兵被包围。乌克兰方面表示，有1000至2000名俄罗斯士兵在赫尔松附近被包围。7月27日，俄军在赫尔松地区重新集结。7月30日，乌克兰在赫尔松地区发起俄乌冲突以来最大的反攻行动。8月2日，乌军击退了俄军在巴赫穆特方向、阿夫杰耶夫卡方向以及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的进攻。8月8日，俄罗斯任命的扎波罗热州州长决定就该地区加入俄罗斯联邦一事举行全民公投。8月9日，克里米亚机场被炸。8月13日，俄军进出赫尔松的最后一座桥梁被摧毁。8月15日，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多次击退俄军攻势。8月24日，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火车站空袭。8月25日，普京下令要在年底前征召13万7千名士兵前往乌克兰服役。艾涅尔戈达尔市遭到攻击。8月28日，俄罗斯将新成立的第3军调至俄乌边境。8月29日，乌军在赫尔松地区发动反攻，重新控制了赫尔松附近的4个村庄，并突破俄军的第1道防线。8月31日，俄军战机撤出克里米亚，决定增加部署地对空导弹。9月2日，乌克兰军方打击了位于艾涅尔戈达尔境内的俄军基地。9月4日，俄罗斯空天军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外国雇佣兵驻地。乌军在巴赫穆特、索列达尔等多个地区击退了俄军的进攻。9月5日，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已收复南部2个、东部1个聚落，并在东部夺回其他国土。第3阶段，乌克兰反攻以及核危机。9月7日，乌军夺回哈尔科夫地区20多个城市和村庄。9月8日，乌军在反攻中夺回了东部和南部地区7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目前，乌克兰武装力量在哈尔科夫方向已深入俄军防线约50公里，从俄军手中夺回了20多个居民点。9月10日，俄军从哈尔科夫州内包括伊久姆及库普扬斯克等多个城镇据点溃逃。泽连斯基表示，自2022年9月以来，乌克兰军队已夺回约2000平方公里领土。9月11日，俄军从哈尔科夫地区撤逃至奥斯基河东岸，乌军至此一共收复了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车臣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批评普京不了解战场实况，督促俄军要尽快调整战略。9月12日，自乌军9月初展开反攻以来，已收复6000平方公里领土。35名俄罗斯地方议员签署请愿书，要求普京辞职。俄军对哈尔科夫州库皮扬斯克和伊久姆地区的乌军实施打击报复。9月13日，俄军从赫尔松地区撤逃，乌军试图收复红利曼。9月14日，泽连斯基抵达伊久姆。9月15日，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夺回了超过8000平方公里的领土，收复近400个定居点，主要集中在哈尔科夫地区。9月20日，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俄占赫尔松、俄占扎波罗热宣布于9月23日至9月27日之间举办入俄公投。9月21日，普京签署局部动员令，国内暴乱。9月23日，乌克兰军队收复了位于奥斯基尔河以东的亚特斯科维卡，假公投开始。9月28日，4地非法公投结果出炉，欧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第8轮制裁。
9月29日，普京签署总统法令，确认乌克兰南部2个地区赫尔松和扎波罗热为独立领土。9月30日，泽连斯基宣布正式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普京完成4地非法并入俄罗斯的签约仪式。10月1日，俄军从乌东重镇溃逃，俄罗斯边境地区宣布戒严，并使用低当量核武。10月2日，乌东收复东部重镇利曼，乌克兰重建海军。10月3日，泽连斯基宣布夺回了2个位于俄占赫尔松的城市阿尔汉格列西克和莫罗利比夫卡。乌军夺回第聂伯河西岸部分村落。10月4日，全俄20万人应召入伍。乌克兰夺回第聂伯河以北赫尔松州的多个村镇。10月5日，俄军空袭基辅州的比拉彻华镇。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要求国防部停止谎报军情。10月6日，乌军迅速收复南部赫尔松州超过500平方公里领土。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核战爆发的风险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高。10月7日，乌克兰国会通过决议，决定现时由俄罗斯控制的北方4岛属日本领土。10月8日，刻赤大桥爆炸事件。10月10日，俄罗斯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10月12日，乌军在赫尔松的反攻仍在持续，并声称已经收复了别里斯拉夫的村庄新瓦西利夫卡、新格里戈里夫卡、新卡米扬卡、特里夫尼夫卡与切尔沃涅。10月14日，白俄罗斯进入高度恐怖主义警戒状态，并警告乌克兰和西方国家不要把俄罗斯逼入绝境。10月16日，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苏勒达尔和巴赫穆特2座城镇，俄乌双方正进行激烈战斗。10月17日，基辅遭到俄罗斯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欧盟启动一项培训15000名乌克兰士兵的任务，并额外提供用于援助武器的5亿欧元。乌克兰宣布与俄罗斯换回108名军人，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与俄罗斯进行全女性的换俘行动。至此，火力军梳理完了这场战争截止到目前的大概脉络，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加清晰认知这场战争。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遗漏，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补充。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